非有消息，前段时间幸福航空停航了，有人说它亏损了很多，恐怕短时间内复航会比较困难。幸福航空是中国唯一的涡桨支线客机运营商，在它停摆之后，新洲60也就没有人飞了。但是国内有些机场只能使用新洲60，这些机场会废弃吗？会不会采购新的支线客机呢？现在全球民航市场比较流行的涡桨支线客机是 ATR， 它是法意合资生产的，有 ATR42 和 ATR72 两个型号。这两款客机最新的版本都是600型，其中 ATR42 600型载员50人，航程1326公里， ATR72 600载员72人，航程1528公里。它俩都是使用加拿大普惠公司的 PW100 系列发动机，这款发动机很棒，比我们平时乘坐的喷气式飞机要节油 20% 左右。ATR 客机的用户分布很广，一些发达国家用它实现了村村通，比如新西兰航空使用它直飞乡镇和小岛，航线网络因此极度的丰富。一些不太富裕的国家的机场跑道不够长，也只能使用它，例如尼泊尔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巴基斯坦和非洲的一些小国。ATR 客机以前有2个竞争对手，一个是加拿大的 Dash8 系列应用也很广泛，基本与 ATR 平分秋色。但是 Dash8 的起落架在发动机上而不是机腹上，这导致起落架太长，容易折断，出现过不少的事故，所以在市场竞争中输给了 ATR， 现在已经不再生产了。ATR 的另一个竞争对手是中国的新洲60，全球有约20个国家曾经拥有过新洲60，网络上至今还能翻到当年印尼拥有14架新洲60，是该机型最大拥有国，以及再度出口南美等振奋人心的报道。涡桨客机的特点是灵活，此前幸福航空的新洲60在渤海湾地区时，最多时每天能飞14个起落，如果上座率良好，而且出勤率有保证，经济效益还是不错的。不过在这3种飞机之中，可能还是 ATR 略胜一筹。一个明显的案例是日本的天草航空，天草航空只有1架 ATR42， 10几年来却一直能够盈利。当然也有人说天草盈利的关键在于优秀的企业管理，它此前近20年使用的是 Dash8 100， 同样也能够赚钱。天草航空能够赚钱与天草机场很小也有关系，机场小开销就小。中国内地现在有4座比较小的民航机场，分别是阿拉善左旗机场、阿拉善右旗机场、鄂济纳旗机场和天水的麦积山机场。这些机场的级别是 3C， 其中阿拉善右旗只能够起降新洲60。在幸福航空停航之后，这座机场就没有30座以上客机的定期航班了。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，中国引进 ATR 客机的可能性非常小。支线客机需要极高的经营水平，中国内地航司其实以前也买过 ATR， 没用多久就退役了。或许最有可能的应对办法是升级机场，也就是花钱将机场升级为 4C， 这样一来，波音737或空客 A320 都可以起降了，机场保障能力提升，就不再需要新洲60了。至于这几座机场是否会面临客流难题，从发展的眼光看，应该都不会有问题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